现，许多的眷恋遗留在昨天，等再见，勇敢一点，拥抱最美的遇见，幸福并肩，等待上演，跨越界限，再爱一遍，曾经说的永远，被风吹落的诗篇，捡起片片碎片，拼凑你我熟悉画面，重来一次的心愿灵验，期盼能爱得无悔无怨，不亏不欠。Cindy 啊，这个单位是坐北朝南吗 ？Cindy，啊，这个单位是坐北朝南吗？是啊，我不是说过很多遍了吗？哎，怎么样？这房子你还满意吗？是不错，只不过我需要多一点时间考虑。你还要考虑什么啊？我想听一下我爸妈的想法。到底是你要买还是他们要买？当然是我买，我只不过想要听一下我父母的意见。你上次说要听你老婆意见，现在你说要听你爸妈意见，那你下次是不是要说你大舅啊、小叔阿姨的意见啊？哎，你这个人可以专业一点吗？我带你看房子看了这么多间，而且这间你看了3次了，哎，你说今天要做决定了，我才赚你这么一点点佣金，哎，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喂爸，你不用来了，这间房子我不买了。sorry，我对不起，我精神状态不是很好，乱说话，对不起，原谅我好吗？我会对你投诉你的。喂，对不起啊，我家里发生太多事情了，我最近精神状态不是。喂，什么？怎么会进医院的啊？安迪，这是有点贫血，加上低血压，所以昏倒。你什么时候有低血压？就是啊，都没有听你说过。我自己也是刚刚才知道的。阿哥，昏倒可大可小，我觉得你应该做一个全身检查，比较安全。是啊，我去找医生问个清楚。别打扰医生了，他刚走。哎呀，没事，你们一个两个不要这样大惊小怪的。什么大惊小怪？我听到你进医院，我差点吓死了。你看，我都说别告诉你妈吧。真是不好的事情一个接着一个。还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啊？你们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？安迪，如果你们遇到什么问题，可以告诉我们的，我们会尽量帮忙的。对啊，妈。你应该很想骂我吧？我真的不明白，输了为什么不要马上收手呢？我一直想把输的钱赢回来，没想到越陷越深。如果能够重来，我也不会这么傻。算了，现在说这些也没有用。妈，以后不要再玩股票啦。知道了，真是该死。安迪，你千万别想不开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找钱还债。怎么还啊？就算把房子卖了都不够啊！100多万啊，去哪里找这么多钱？有了，除非卖掉。sorry， 当我没说过。卖掉什么啊？为什么说一半就不说了？我是想说，就算把我给卖掉，也还不了债嘛。现在还有心情开玩笑？其实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的。谁啊？你爷爷。刚才人耀应该也想到了。你要爷爷卖掉米丰来帮你？我跟他开口，他一定拒绝的。可是你爷爷最疼你，
只要你开口，他一定会答应卖掉美丰，帮我们渡过难关的。妈，我知道你的问题很大，也欠银行很多钱。可是，如果你要我求爷爷把美丰卖掉，我办不到。难道你要见死不救？卖掉美丰，我们还是可以把它买回来的。妈，我们做人不能那么自私，不能把自己的痛苦建立在爷爷身上。没想到在你心里，你爷爷分量比我重，我真的对你太失望了。是我对你失望，你以前是怎么对爷爷奶奶的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你安迪，冷静一点啊。紫薇她不是这个意思。其实以你现在的情况，你可以申请破产，很多人都这么做的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可以这么做，还要你教吗？算了，跟你们说也是白说。安迪，爷爷，爸晕倒入院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。不会，找我找的那么急，有什么事啊？是不是想通啦？最近你的业绩大涨，也是时候发展你的下线啦。其实我找你，是想跟你预支佣金，那你想要预支多少？越多越好。最多5万。这么少？我是开先例给你耶，换作是别人，根本不可能。那我今天可以拿吗？不好意思啊，支票都用完了，不如今天下午3点，你到我家来拿吧。紫薇，哎，爷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没去医院吗？去过了，可是你爸已经出院了。什么？我怎么没有听爸说他今天会出院啊？我打过电话给他，他说老板临时出国，要他提早回去上班。为了妈，爸竟然连命都不要了。心里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了。那你也知道，我拒绝你爸卖美丰的建议。原来爸找过你啊，爷爷，我支持你的决定。你不觉得我很无情吗？不会啊，自己犯下的错误就应该自己承担。紫薇，爷爷，没有，你怎么突然跑来啊？我是来救急的，这给你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哪里会多啊？我都嫌它少了。这个是我的全部积蓄，你拿去用吧。不行的，我不能收下你的钱。哎，你拿去用吧，真的是。不用。你拿去用啦。紫薇说的对，这些钱我们真的不能收，你拿回去吧。没关系，你们拿去用吧，能帮多少是多少。不行，你已经帮我很多了，我不能再欠你人情。真的没事，我是 lunch time 跑出来的，我要回去了，拜拜。帅哥，好久不见啦！你好啊，我找 Ivy。你好吗？想死你了！上一次啊，你陪我。对不起，我今天不是来陪你的，我有事情找 Ivy。看来他没跟你说清楚。今天你的工作就是跟上一次一样，让我开心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你应该是误会了，我不做这种事情，我走了。支票我已经准备好了，这5万块是借给你的，另外呢，这5000块是给你的小费，你考虑清楚哦。你决定好了，脱光衣服上来啊！
叶婆，哦，你好，你是要来拿鞋子的啊？哦，不是，叶叔呢？怎么没看到他？哦，他生病了，在医院呢。生什么病？医生说他坐太久了，伤到脊椎，需要动手术。他是你的孙子吗？嗯。他不需要上学吗？怎么会跟着你？去年他的爸爸坐摩托，跟罗里相撞，就这样走了。过后，我的媳妇也跟人家跑了，留下阿伯一个人，只好跟我们2个老的喽。叶婆，这个给你，里面有5000块，是我跟叶叔借的。怎么可能？他哪里有这么多钱借给你？一定是你搞错。你帮我还给他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你自己交给他。喂，不可以啊！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是特地来找你的。发生什么事啊？为什么搞到进医院？贫血，没什么大不了。你看起来很累，怎么不多休息啊？一出院就回去上班。手停口停啊！Cindy 的债务没解决，我不能没有工作。听紫薇说你不怎么管美丰的事啊，那你现在在做什么呢？只要能赚钱的，我什么都做。听口气，好像很委屈，是不是做的不开心啊？哪有不受气的工作？这里有些钱，你先拿去用吧。谢谢你不记仇，还肯帮我们。不，这个钱我不能要。Cindy 的债务我会自己想办法。你要是有办法，就不会来找我了。这些钱你就收下吧。我先走了，你要保重身体。爸，你也要保重啊。你跑去哪里啊？打电话给你都不接。爸，医生不是叫你好好休息吗？啊，这么急着上班做什么啊？公司有事，我去处理一下。哎，紫薇啊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他拿着钱回来了。哦，这里有一半的钱是人要的，我们暂时只能筹到这么多啦。啊，对了，我在楼下遇到爸，他让我把这个给你。他不计前嫌，真的很有心的。其实他可以一次过解决问题的。他又不欠我们的，又不想想以前我们是怎么对他的。你把这支票还他吧，我不想要欠这份人情。妈，爷爷身上也没有什么钱，肯借我们已经很好了。你不要再说气话了。关键是解决问题，何必这么偏激呢？偏激？是，我是偏激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活该玩股票输钱。哎，对了，我刚转了23万到你的账里，加上紫薇的，还有这些钱，还有之前筹到的，大概应该有40多万，剩下的慢慢分期付款还吧。23万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呢？我跟朋友借的。朋友，你哪位朋友这么大方啊？
管这么多，人家肯借不就好了吗？喂，下得去了。你呀，太让我失望了。我都说了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什么骨气自尊，在钱人面前算什么？愿赌服输，来，快来！哇，你看，喂，生气了，开个玩笑罢了。你不是很缺钱用吗？我再加码 IV 的1万块。如果你把最后一件也脱了，这些钱就是你的。来呀，快点！哇，不要这样嘛，来，脱呀，来呀，快点！你看，那我都说了，这样才对嘛，怎么跟钱过意不去？你怎么了？整天把自己关在家里，这几天都那么消沉。你不是已经跟新纪复合了吗？有件事我一直想不通。什么事啊？吴立豪被我们赶走之后，他给金基他们看了一段视频。在视频里面，我说我要找他们复仇。怎么可能？肯定是假的。我从来都没有听你说过这种话，怎么可能听到？而且还拍下来。可是邢记说他亲眼看到视频里面那个人就是我。现在什么都可以造假，那个衰人为了达到目的，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搞不好是他自己去找人制造那个假视频，来破坏你和星际的感情。可是我要怎么证明呢？我又不知道视频里面是什么。妈，你是不是想到什么了？我知道那段视频从哪里来的。星际，咪，哎，你还有脸来这里啊？过来。是我让他进来的啦。你羞多啊？万一他对付我们怎么办？我是来澄清的，我让你们看看这段视频。因为他们害我从小吃尽苦头，被人欺负，在人前抬不起头来。这笔账我一定要算，我不会放过他们的，我要报仇！看，
阿丽，怎么样？这边可以比较激动一点。谁啊？哎，老婆，怎么是你啊？你来接我回家？哎，进来进来。哎，家里很脏。你为什么要破坏他们2个人的幸福？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都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。那段视频明明是我当年排练舞台剧的片段，你却说我心里有问题，一心想要报复。哦，你是说那件事情啊？那天我只是开开玩笑哎，谁知道他们当真啊？想都知道，怎么可能啊？那天你说的那么认真，你是要跟我说你是开玩笑？我看心里有病的人是你吧，卑鄙无耻！谁叫你把我赶出来啊？我想你应该是连生活费都不要了。你现在算什么？你不要忘记啊，没有我哪来的你啊？说真的，要不是当年你对我冷嘲热讽、变相激励的话，我也不会那么努力发愤图强。说不定到现在，我还真的必须要靠你。知道就好，我可是用心良苦啊。真的是很不要脸，做了那么多亏心事还理直气壮，一点羞耻心都没有。你们1个2个没良心的啊！亏我辛苦了大半辈子，一个人养2头家，好啊！现在翅膀硬了啊！跟我大小声，还不把我这个老爸放在眼里，你们呐，小心给雷劈呀！要批也是批你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你有没有听过啊？懒得听你说话，你走。从下个月开始，你的生活费将减半。你敢？你别忘了，这里的租约是为期1年。如果你还是这样死性不改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不久前我才给了他100万，都不知道钱花到哪里去了。应该是花在女人身上了。他应该是用来还赌债，要不然那些债主会找他算账。他几时染上毒瘾的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是听我妈说的。哎，之前他还请补鞋匠老夫妇来我们家吃饭，我还以为他是真心改过啊。那是他的苦肉计，你呀，你不要再被他骗了啊！现在我跟郑业在一起，你应该放心了吧？只要你好好对待我女儿，不要让我失望，我 OK 啦。对不起，我早就应该知道那个人的话是不能信的。至少你肯告诉我，给我一个机会证明我是清白的。我应该对你更有信心。不管是朋友、情侣还是夫妻，我希望你以后都能信任我。什么夫妻啊？你想太远了吧？这是迟早的事啊。难道你觉得你跑得掉吗？我跑很快的。不过说真的，我们才刚刚开始就遇到那么多问题，你说是不是老天爷暗示我们不要在一起？莎士比亚曾经说过 ：“The course of true love never did run smooth。”难道遇到挫折就得放弃真爱吗？我知道你对感情也许没有什么信心，那个人或多或少影响了你对男人的信任。不过我不勉强你，我也不会催你做任何的决定。你需要多久，我都愿意等你。我爱你。
爹，你是不是很累啊？吃了吗？我煮一些清淡的给你吃好吗？啊，不用，应酬客户吃过了。哎，对了，我今天下午去银行，你那笔钱已经过账了，我也跟银行申请，他们同意让我每个月摊还。啊，解决了就好。解决的只是一部分，都不知道以后的生活要怎么过。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我去冲个凉。啊，没事，我去看看。是警察。警察怎么会找上门的？是找我的。我们是商业贪污调查局，请问你是石庆龙吗？是。石先生，你涉嫌一宗盗用公款案，需要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盗用公款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。23万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呢？我跟朋友借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要不要查清楚啊？石太太，请你让开，否则我们会告你妨碍公务。不是，我相信你们真的搞错了，你们要不要回去查清楚？我只是去协助调查，没事的啊，回去吧。爹，爹。你爸为了帮我，他盗用公款，都是我不好。什么？如果不是我走投无路，他也不会这样。没事的，没事的，爸他会没事的。你一整天应该没吃吧？我买了一些食物给你。妈，爸得了猛暴性肝炎。为什么他有这个病都不告诉我们？他一定是不想我们担心，他也不想要接受治疗。怪不得上次在医院，他这么早就出院了。这有什么好隐瞒的？难道他连命都不要了吗？医生，我爸患上了猛暴性肝炎，你们为什么要让他出院啊？是他选择放弃治疗，我们得尊重病人的选择。那他的病有得医吗？如果可以医的话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花多少钱，我都愿意。你丈夫已经有肝衰竭的情况，在恶化之前，我建议你们劝他接受化疗，然后做肝脏移植的准备。好，我愿意捐肝。我也可以捐。那好，我先帮你们安排测试。现在最重要的是劝你丈夫尽快来接受治疗。你爸回来了，迪儿，迪儿，爸，迪儿你没事吧？迪儿，迪儿，爸，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啊？没事，没怎样。
啊，他们只是扣留我的护照，说不能出国，还要随时接受调查。你干嘛这么做？值得吗？算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会想办法筹钱，尽快把那个公款还回去。我不能让你背负这罪名。哎，你们一大早去哪儿啊？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要瞒着我们啊？有病也不医。我哪有什么病啊？你不要再骗我们了。医生说你得了猛暴性肝炎，我们都知道了。我们刚刚去了医院，还见过了你的主治医生。你知道你情况很严重吗？你为什么不赶快就医啊？日子都快过不下去了，还医什么医？哪有钱？你不是有买重病保险，做这手术可以 claim 的。早就退保了。钱的事我们可以再想办法。不过你的病真的不能再拖了。爸，你不要这么固执了好不好？我的身体我清楚，反正医院我是不去的。石启荣，你在坚持什么啊？你是要我后悔一辈子是不是？爸，没有钱，我们可以申请援助。我求你了，去医院接受治疗好吗？第二，我决定申请破产，就算倾家荡产，都要治好你的病。爸，喂，为什么绿豆汤没有了？你为什么喂啊？又不是欠你的，你差不多每天都来喝绿豆汤，从来没有听你说过一声谢谢。我怎么？抱歉，才啊，不要这么说话。不好意思啊，今天店里比较忙，所以没时间煮绿豆汤。不可以这样子的嘛，有时候有，有时候没有。知道了，明天你来一定有。今天先请你喝茶。峰哥啊，这种贪小便宜的人，你还请他喝茶？做人不要太计较，才一包茶而已嘛。我没有你大量，我一看到他我就生气。好了，别生气了，这包茶给你。哼，只有一包，那你喝什么？我刚刚已经喝过了。哎呀，紫薇呢？啊，他陪他爸爸去医院。想想好笑啊！我卖了一辈子的 spare part， 现在自己身体的 spare part 坏了，却不知道。你在说什么啊？你把自己当作机器？机器的 spare part 坏了，还有的换；人的坏了，却不知道有没有。安哥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跟医生谈过了，接下来只要通过捐肝检测没问题的话，我就可以把我的 spare part 捐给你了。谢谢你。爸，这么多人想要捐肝给你，你放心吧，一定能找到适合的。爷爷，你不是才刚出院吗？怎么又进来了？都让你别告诉爷爷了。我只告诉才叔。那有不一样吗？不要怪紫薇。你怎么了？其实没什么，主要是紫薇还有 Cindy， 他们大惊小怪，非让我来医院好好检查检查。你们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不敢让我知道。你还好吧？
没事。紫薇都告诉我了，你别太难过了。其实几次看到庆龙身体不适，我就觉得有点不妥。本来以为他只是酗酒过多，身体出了小毛病，没想到会是这么严重。连你都发现他不对劲，而我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，我都没有发现。我真的很自责。你别这么想，他有心瞒你，虽然在你面前不会露出任何端倪，他是不想你担心。庆龙从来没有跟我说他身体有哪里不舒服。原来他上次住院就已经被验到是猛暴性肝炎，他为了担心付不起医药费，所以坚持要出院，拒绝接受治疗。钱的事你不用操心，我可以把美风卖掉来帮你们。谢谢你，可是现在不需要了。为了还清债务，庆龙已经惹上麻烦，要被起诉。美凤是你跟马德的心血，现在又有紫薇守着，真的不能卖。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会跟庆龙商量，可能搬去小一点的房子。以前我这样子对你，我真的没有脸再要求你来帮我们。爸，对不起。你终于相信了。我看你这样子对庆龙，我怎么可能会不相信呢？只有父母才会为孩子牺牲一切，不顾一切的付出。可是你们现在要负担医药费，还要还债，怎么吃得消？走一步算一步吧。在生死面前，债务算什么？爸，这是上次你交给庆龙的支票，还给你。你不是欠银行钱吗？我已经决定申请破产，所以这些都不重要了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家人平安健康，面子什么，真的对我来说都不重要了。爸，对不起，以前我这样子对你跟马德，真的很抱歉。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哪有什么隔夜仇呢？没事的。老婆，哎，你又来这里做什么？老婆，我错了，你不要再生我的气好不好？我一直都忘不了你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对不起啊，我早就把你忘了，赶快走啦！你是不是嫌我老，所以才不要我的？是你对我不忠在心，是你要跟我离婚的，你忘记了？我不要离婚，我不要离婚，我要复合，我发誓，我会爱你一辈子的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走开！你，哎喂！你不要以为你被人亲就可以不要我，告诉我，你跟那个臭男人到底去了哪里？不是我们同归于尽。我们是去了树林，喝了溪水。带我去，我也要喝，我要变年轻。哎，溪水到底在哪里？我都跟你讲，我真的不知道啦，我只知道在这片森林里面。你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啊，
你是自私，不想让我变年轻是吗？哎呀，我真的不知道在哪里，我已经走不动了，要找你自己去找。找不到溪水，你休想我放过你！给我起来，要我扛你啊？啊！起来！喂，放开他！嘿，放开他！喂，嘿，我已经报警了，逃不了的。这个混账王八蛋，勾引我老婆，给我戴绿帽！你以前就斗不过我了，现在变年轻又怎样呢？还不是老鼠一只！吴立豪，你有什么不满，就冲着我来，放开香果。你想要英雄救美啊？好啊，我给你一个机会啊！只要把自己的腿打断，我就放了他。教练，还不动手？木棍就在地上啊！打，快点啊！教练，不要！你是吃里扒外的东西，给我静静啊！打，还不动手？是不是要我在他身上捅几个洞的啊？还不动手？教练，再打，再打！吴立豪，我跟你到底有什么仇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就想看到你打断你的腿，打！教练，安静了。怎么样？没吃饭啊？我来帮你。竟然你打我！教练，不要打了，会打死他的。你让开，我要把他腿打断，是他欠我的。不要，我不要看到你坐牢，为了这种人不值得。凭你了，这个混蛋！曾经说的永远，被风吹落的诗篇，捡起片片碎片，拼凑你我熟悉画面，重来一次的心愿里面，期盼能爱得无悔无怨，不依不偏。勇敢一点，拥抱最美的遇见，幸福并肩。